闹钟响了，阳光照亮了工作室，唤醒了新的一天。拿起桌上的 iPhone 16，我的一天也随着 Apple Intelligence 展开。只要点击或是声控 Siri， 灯具、窗帘随之开启，映入眼帘的山海景给予我满满的朝气。今天想要以一个我一整天工作的视角，结合 iPhone 16和 Apple Intelligence， 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来观察新的装置和新的软体对生活的影响以及改变。有了 Apple Intelligence 的 Siri， 终于摆脱了过去的一问一答，现在可以直接连续的询问 Siri 多个问题，比如说天气的状态，不只是今天的天气，你可以追问更细节的降雨资讯以及未来1周的天气，终于不需要再分开询问。如果想要使用 ChatGPT 结合在 Siri 当中，只要到设定里面去开启，并且在询问问题的时候加入 GPT 的字眼即可。只不过现在第一版的 Apple Intelligence 它仅支援英文，所以还需要一个流利英文的口说来跟 Siri 对话。拿起琉璃台上的杯子，开启吧台，咖啡机开始运转，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象征着一整天的工作即将开始。咖啡机运作的同时，顺便测试一下 iPhone 16的慢动作。虽然说不像 iPhone 16 Pro 它具有 4K 120帧的录影，但是稳定度跟清晰度基本上也难不倒 iPhone 16。相机控制按钮除了拍照之外，这次导入最新的 Visual Intelligence， 只要长按相机控制按钮，它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界面。那这时候只要按下拍照的按钮，它就会开始辨识图片。比如说，它可以成功辨识出我的 iPhone 5，我脚踏车的品牌，但是型号稍微有点难。但基本上现在运作起来就很像在 Google 里面进行以图搜图而已，对，很不像一个 AI 的功能，顶多用到了影像辨识。那期待它未来会有更多的优化空间。准备好简单的早餐，边享用早餐的同时，一边检查来自厂商的工作信件。iOS 18.1 Beta 的 Apple Intelligence， 它已经帮我整理好来自厂商的英文信件，生成了重点摘要，让我不需要再浪费时间逐字的阅读。这次 Apple Intelligence 它主打装置内运作以及私人的云端。当你一开始更新到 Apple Intelligence 的时候，它其实是无法启用 AI 的功能，你需要在有 WiFi 的环境之下，然后等到 Apple Intelligence 它载到手机当中之后，你才可以正式使用它。所以相较于线上的 AI 软体，比如说像 GPT 或是 Gemini， 它花了更多的时间。虽然说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下载，但未来每次 iOS 更新之后，只要有最新的功能都要重新下载，比如说像是 Visual Intelligence、Image Playground 等等的，就需要等待时间下载。一早除了整理信件之外，我还会开启我的 Notion， 确认我的影片脚本当中的画面完成了哪些画面需要补拍。现在最新推出的 Writing Tool， 我可以直接透过选取文字的方式，那它就可以直接帮助我进行校稿、改写，甚至去改变3种不同的语气，以及做总结，或是将我的重点整理成表格以及重点。那其实使用起来就跟一般 AI 的软体差不多，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而且目前还不支援中文。但是 Writing Tool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你不管是在本地的 App 还是第三方的 App， 它都可以完美的支援。我们只需要在 App 里面去选取文字，就可以启用 AI 的功能。所以像是国外厂商的信件，我就可以直接在 Gmail 或是在我的信件里面改写成专业的语气之后，就可以直接传送给厂商了，不需要再经手其他的 App。那如果早上还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吸收一些国外相关科技知识 YouTuber 所拍摄的影片。不管是在知识量、资讯更新的速度以及专业性，其实都非常的高。同时，我也会透过 iPhone 16的语音备忘录，在录音的过程当中，除了可以辨识字幕之外，还可以直接请 Apple Intelligence 帮你直接做摘要总结。这对我在看国外影片其实帮助非常的大，而且让我更有效率可以吸收这些知识，可以透过 AI 汇整的过程当中来 double check 我吸收的资讯是否是正确的。吃完早餐后，我准备出门。如果我出门前还有时间的话，我会用电脑确认一下当天的行程以及排程之后的待办事项。今天的拍摄与办公的行程正式开始。只要离开家门，家庭自动化就会自动帮我关上所有的设备。
查看公车班次是我一定会做的事情。如果刚好有车的话，我会直接搭一站到捷运站，省下一些体力。顺手拿起手机。iPhone 16的萤幕亮度在阳光底下其实还是可以看得蛮清楚的，跟 iPhone 16 Pro 的亮度一样，在户外的最大亮度可以达到2000尼特，但实际上它其实就是跟去年的15全系列的萤幕亮度一样，没有进步。16 Pro 的部分虽然达到了最窄的边框，但实际上将手机壳装上之后，我觉得用肉眼看的差距不会到太大。讲到外观，这次 iPhone 16的镜头设计算是多年来我最满意的一次吧。说到颜色的部分 ，iPhone 16特殊色里面我唯一支持湖水绿，算是今年饱和度最适中的一个颜色。无论是在阴影底下、阳光底下，其实颜色都非常的漂亮。在等待捷运的过程，我会利用时间稍微查看一下之前拍摄的素材内容。说起目前 Apple Intelligence 我最喜欢的功能，真的是非 AI 橡皮擦莫属。对于影像以及画面，我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主义。那 AI 橡皮擦这个功能真的非常适合我，只要在影像当中有一些小杂物，景物当中有一些路人，那你只要透过橡皮擦就可以让我完美的去擦除，做出完美的图片。而且还不止这样，大家一定不知道 AI 橡皮擦它居然还有打马赛克的功能。只要它侦测到人像，然后你把笔刷涂在上面的时候，它就可以启用。对，算是有点好笑的功能，不确定它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对，但是它可以达到这个打码的效果。而且 AI 橡皮擦这个功能算是 Apple Intelligence 里面最早推出的功能，所以我觉得随着这段时间来看，从 18.0 一直走到 18.1，它的精准度真的提升了不少。但是当你的照片越精细的话，其实你手机的发热程度也会越严重。因为你要去做的计算就更多嘛。那你要恢复成原始的照片还是可以的，就跟一般的图片编辑一下，按一下复原就可以。但是我们发现它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载入以及恢复。那其实用完 AI 橡皮擦之后，也让我想到了 AI 的一体两面。虽然画面可以变得更漂亮，但是有了橡皮擦，也象征着照片当中的画面可以随意的被修改。那未来的我们看到照片之后，还能明确的去分辨它的真假吗？上了捷运之后，长时间通勤的过程，我通常会在这段时间整理一些文章。Apple Intelligence 它在 Safari 里面就可以自动的总结文章的重点。可以帮助我在短时间内看完更多的报道，或是看出一个议题，它在不同新闻媒体之下，它的风向是什么，给我了一个看事情更全面的视角。那个人还是相当希望中文版能在2025年尽快的推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迅速的阅读英文的文章。今天挑了一间漂亮咖啡厅来进行拍摄实测。前往咖啡厅的路上，还是要夸奖一下这个湖水绿的颜色，和我今天这套衣服真的非常的搭。如果你是很喜欢莫兰蒂色系或是一些彩度偏灰的人，那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一个蛮适合的选项。到了咖啡厅之后，点了有沙拉的套餐，让自己的营养均衡一点，同时也测试了一下 iPhone 16它的拍摄表现。在录影以及拍照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不用费太多心思，你就可以拍出很多专业漂亮的照片。就算它比 iPhone 16 Pro 少了一个5倍镜的镜头，但是在一般近景的拍摄已经能媲美 Pro 系列了。而且重点是，今年 iPhone 16它多了微距镜头，真的是大大的加分。真的只跟 Pro 系列差在5倍镜了。但是大家其实往往忽略一件事情，就是 iPhone 16它其实没有 LiDAR。那没有 LiDAR 的 iPhone 16，那它能有效的去侦测景深之间的距离吗？没错，经过我的测试之后，除了明确的人像之外，其实 iPhone 16并没有办法像16 Pro 一样可以如此精确的计算距离。但是这一点让我发现，它反而成为了一个可以取巧的优点。比如说，当我在拍摄一个画面有2个物体的时候，即使这2个物体它有些微的前后差距，但是 iPhone 16它还是可以把2个物体都拍得很清楚，把背景景深。但是因为 iPhone 16 Pro 它反而有敏感的 LiDAR， 所以只要在物品没有摆在同一个拍摄的距离上面，它就会被景深。但如果是涉及到文字的拍摄，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有 LiDAR 其实就变得很重要。因为 iPhone 16它透过文字辨识的关系，它没有办法把距离抓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它其实是很容易变得模糊的。进行完素材的拍摄之后，还是需要花点时间好好的办公。Apple Intelligence 它现在推出了全新的减少干扰的功能，可以更个人化的告诉你重要的通知有哪些。比如说 Line、IG 等等的社群媒体，它的通知就会自动被取消。那减少干扰模式，它也和其他专注模式一样，你可以直接挑选一个专属的封面来代表这个模式，
并且透过 Action Button 的快捷键，你可以直接透过切换按钮的模式，就可以直接去切换你的桌面以及你的通知模式。工作完毕之后，把专注模式关闭之后，现在所有的通知它都会汇整成数字来表示。对，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到每个不同的讯息，它有多少则讯息，也算是一种心理准备吧。到了晚上，和朋友一起享用晚餐，即使在这个放松的时刻 ，iPhone 16它也不会让我错过任何的重要联系。Siri 它可以主动去建议我该如何回复工作讯息，让我能在享用的美食过程当中，同时轻松处理工作的讯息。这种智慧化的提醒真的是生活中的小惊喜。而且现在在讯息当中，你可以直接制作全新的表情符号，我只要输入指令之后就可以直接做出来。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了，想要有一个回顾影片的话，现在只要打开相簿，输入你想要制作成回忆影片的内容 ，Apple Intelligence 它就会根据你所描述的特征制作影片。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制作一个我在淡水骑脚踏车搭配夕阳的这个回忆影片，那你只要输入这个指令，稍等一下，它就会帮你呈现出这个回忆的影片，还会自动帮你配上你 Apple Music 里面的音乐。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简单的出游行程，你想要把它制作成回忆，非常推荐使用这个功能，比起你自己慢慢选照片，然后再做成影片来的有效率很多。此外，还可以使用这次最新的 Image Playground， 你可以根据上面的一些资讯，做出一张全新生成式的图片，或是你也可以自己输入指令，比如说 BPW 在淡水夕阳下骑脚踏车，那输入完之后，它就会帮你做出一张可爱的生成式图片，那我就可以把它当做刚刚回忆影片的封面照片。睡前我会打开设定，把充电排程调整到 85%， 手机放回充电盘，结束使用 iPhone 16以及 Apple Intelligence 的一天。